我可不敢进去，这也太臭了。世子全身亏了，就剩一口气，他能不臭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家女儿这么倒霉，这个时候嫁过来冲喜。哎呀，哎，听说是个商户的女儿，是大户人家，谁会往这火坑里跳啊？可不是嘛。是啊。少夫人，世子在里面，要不您还是自己进去吧。走，快走！圆圆，你放心，你我既然已成夫妻，那我就会尽全力将你治好。圆圆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宋慕怀对天起誓，此生只与你一人厮守，绝不纳妾。圆圆，我与双娥从小青梅竹马，昨日她见了我，哭得眼都肿了。她说，她是一定要嫁给我的。我记得冷小姐早已与汝南王定亲，她又为何一定要嫁给你？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我已背弃与汝南王的亲事，在我心里，只有穆怀哥才是唯一。上一世我嫁给位高权重的汝南王，没成想5年之后他因病去世。之后，汝南王府被抄家，我受牵连惨死在流放途中。而我死的那天，正是宋慕怀登基为帝的日子。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宋慕怀，竟是一世在民间的皇子。江元燕，上一世你命好，让你白捡了一个皇后，这一世皇后之位一定是我的。冷小姐贵为宰府千金，为何甘心做妾？妾？你是商户之女，我是丞相千金。论出身，你在我之下；论地位，连穆怀哥见了我爹都要恭敬施礼。你觉得我会居你之下？圆圆，我已经答应双娥了，入门之后，她为妻，你为妾。你要贬妻为妾？圆圆，你放心好了，就算做妾，你也是贵妾。整个安定伯府，你只居于双娥之下。宋慕怀，1年前你突发怪病，全身长满痤疮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是大师算出你需冲喜，才求我嫁入安定伯府。自我入府以后，每日伺候在你床侧，为你针灸药膳。待你康复后，你握着我的手，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如今，你竟要另娶他人，还要贬我为妾。圆圆，当时我大病初愈，心里对你的只有感激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。口不择言。江氏，你是商户之女，为妾已是高攀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做穆怀哥的正妻？为妾也是高攀？宋慕怀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圆圆，双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她已经答应过我，
入门之后绝对不会为难于你，只要你像服侍我一样服侍于他，纵使被贬为妾，这安定伯府的荣华富贵也不会差你分毫。你觉得我是贪图荣华富贵才驾驭你的吗？我江家虽为商户，却并不愁吃喝。若是贪图荣华富贵，我又何必驾驭你？云燕，你需要说这些胡话。安定伯府在京城虽是二流权贵，但也不是你一介商户之女可以相提并论的。夫君恐是忘了，若没有我这个商户之女，恐怕你1年前就已经见了阎王。江月燕，你说这话，莫不是想要携恩图报？世子误会了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商户，那不如我们就此和离，自此一别两宽。你说什么？我甘愿自请下榻，腾出位置，让你迎娶丞相千金。江月燕，你要与我和离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江氏，劝你还是再考虑一下。离了安定伯府的庇护，莫说是你，就是你整个江家，在这京城恐怕也难有容身之地。我江家自发家之起，并没有靠过安定伯府，今后世兴世衰，也与安定伯府再无瓜葛。宋穆怀，3日后，我会请江家长辈见证我们的和离。届时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再无瓜葛。江月燕，我安定伯府从来没有和离的先例，你想要和离，这绝不可能。凡事都有先例，3日后我会手写一份和离书与你，从此你我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江月燕，这个江月燕如此不识抬举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她。穆怀哥，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只是威胁你不让你娶我。她一个商户之女，无依无靠，绝对不敢真跟你和离的。哼，什么东西？过河拆桥有没有拆这么快的？要不是小姐救他性命，他现在还瘫在床上不能自理呢。就是，记得我们刚来时，整个安定伯府到处都是债主，若不是小姐用嫁妆补贴府上，他们伯府能有今天的风光？一旦得势，就忘了小姐的恩情。奴婢这下总算看清了人性的无耻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安定伯府如今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既然他们不好好珍惜，那我就准备离开安定伯府，回到江家，重开济世堂。重开济世堂？那岂不是意味着当年那个能够起死回生的燕神医就要重回江湖了？小姐威武！想当初，小姐以燕神医之名问诊济世堂，多少名流权贵全都对你顶礼膜拜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不比在安定伯府出力不讨好，还要被宋穆怀这个白眼狼辜负的强。刘芳，你现在回府收拾东西，一旦和离成功，属于我们的全部带走，属于伯府的一个不拿。是。依兰，你回趟江家，将我太公请来，就说要与安定伯府商议和离之事。是。夫人，您的药。啊！回家！为什么如此惊慌？真是威风凛凛啊！楚南王，如此年轻，这么有为，这是咋说？这就是汝南王啊！果然气宇轩昂，可惜戴着面具看不到脸呐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汝南王向来以面具示人，听说除了家人以外，见过他真容的不超过5个。就是前途无限呐，就是。不愧是汝南王啊！这都能将人救下来，真是身手，好一个英雄救美。多谢王爷相救。王爷，于闹市刑拘，最好能牵马而行，以免冲撞了百姓。年少有为，就是啊，前途无限呐，就是啊。全部下马，步行进宫。是。是他。
胸口有一处刀伤，我需要帮你把衣服解开，才能包扎。我的眼，你身上的毒素我已经帮你解了，可是毒素还没有完全退去，所以你暂时还看不见。快走！好，进去看看。不好，是。那些兵追过来了，你先在这里藏好，我去帮你把他们引开。马上去给我查清刚才那个女人的身份。圆圆，你回来了，正好有件喜事要告诉你。婆母有事尽管吩咐。圆圆，前几日我与你父亲去了云台寺，合了穆怀和双娥的八字。大师说了，等他们成婚，将来必定会光大咱们安定伯府门楣。那咱们伯府是不是越来越好？那是不是能成为侯府啦？有丞相在陛下面前帮扶啊，晋升侯爵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圆圆，等咱们伯府成了侯府，你的地位啊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。婆母怕是忘了，若是穆怀与冷小姐成亲，我降身为妾，到时候纵使伯府成为侯府，恐怕我的身份地位也不会高到哪儿去。啊，对了，穆怀能醒过来，全靠冲喜的功劳吧？若是他与别人成亲，就不担心冲喜一事不灵了。嫂子，你说不灵是什么意思？我嫁给穆怀，他才能活过来。若他另娶，必毁您命。江氏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，竟敢咒我儿子！并非我诅咒他，而是事实如此。火哥能好呢，完全是他福大命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与其说这话吓唬我们呢，不如多拿些珠宝首饰出来，讨娘与我的欢心。说不定呢，看到这些珠宝首饰，我们还能待你如从前。你若是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到时候可别来求我就好。好了，圆圆，穆怀的病能好得这么快，确实有你一份功劳。娘也知道你心里有委屈，娘答应你，就算双娥日后进门了，这伯府的管家权仍然交给你。什么管家权？不过是想让小姐借着用嫁妆补贴伯府罢了。放肆！主人说话，一个下人也敢插嘴。婆母，刘芳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，婆母又何必动怒呢？婆母阿公，我不为妾。若你们执意要娶丞相千金进门，还请先同意我与穆怀和离。哼，拽什么拽？不过一介商女出身，能嫁入伯府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还敢主动提和离？看来这一年是我们家太给他脸面，纵容的他无法无天，弄不清楚自己的地位。哼，低贱门户的商女，我当初就说过，不应该把她娶进门。娘，都怨你，就不该把管家权交给他。看把他纵的，连我这个小姑子都不放在眼里。要不你把管家权交给我吧？你个小丫头还想管家？这伯府管家一事哪有那么简单？娘偏心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祖母去。哎，你，哼，蓝山想要管家权，你把管家权给他便是了。你懂什么？伯府表面看着风光，可实际早就入不敷出。这一年，若不是袁燕用她的嫁妆来贴补家用，我们现在恐怕连饭都吃不上。哎，你就再想想办法看看吧。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这座金山，得想个办法让她甘心为妾才行。我让依兰去请太公来伯府为我主持和离事宜，算算时间，他也该回来了。小姐，太公的腿被人打瘸了。什么？何人打他？出了什么事？昨日我按照吩咐去请太公，没成想太公今日一出门就被一伙人给打了。
他们还扬言说，宁拆一座庙也不该毁一桩婚。不仅如此，江家在京城所有的产业都遭到了查封和举报。什么？少夫人，夫人说了，日后不管如何，您在伯府的地位依然尊贵，这管家对牌也只有您才有资格掌管。冯妈妈请回吧，这对牌我是不会收的。少夫人，老身也是伯府的老人了，说句倚老卖老的话，一个女子若是闹得太过，只会惹得众人厌烦，最后恐怕也只有下堂的后果。到时候少夫人不仅自己失了脸面，还连累娘家的脸面也丢了。冯妈妈，你可知道我江家太公的事？老奴不知。看来冯妈妈是知道了，不然为何我刚刚一提江家太公，您都不问所谓何事，便急着否认呢？少夫人，还是把这对牌收下吧，否则就不只是江老太公莫名其妙丢一条腿了。下个月是老夫人的大寿，夫人吩咐你从您宫中调1万两银子出来，好好操办一番。您就把银子拿出来吧。欺人太甚！你们不仅要贬妻为妾，还要打着宫中的名义要钱，宫中分明一个字都没了。1万两，你们就是想让我们小姐掏银子贴钱，仗势欺人，你们臭不要脸！老身是夫人身边的人，过来就代表夫人的颜面。2位姑娘辱骂老身，就是辱骂夫人，以下犯上。按照伯府规矩，掌嘴20。冯妈妈，这管家对牌我便收下了。这2个丫头毕竟是我房里的丫鬟，便留给我来收拾。那1万两银子呢？1万两毕竟不是什么小数目，待我想法子筹到后，再给婆母送过去。既然如此，那老身便回去复命了。小姐，夫人这么做，分明就是想阻拦您和离。难道我们真的就这么认命吗？我岂是那么容易认命的人？我已经想到和离的办法了，只要我想走，谁都别想拦着我。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何物？哪里来的？老夫人，此乃龟神香，是刚才站在外面有人硬塞给奴婢的。奴婢本不想要，但那个人说这香可解老夫人救急。奴婢刚进来便见老夫人呼吸不上，于是便给老夫人试了试，没想到真的有效。这香确实不错。你知道来人是谁吗？是安定伯府的少夫人江氏。是她？她除了送香还说过什么？什么也没说，人送过来便走了。他既然送这香来，想必是有事相求。你派人去请他过来一趟。是。江氏见过老夫人。这香是你送过来的？你送这香，莫不是为了丞相千金，非要嫁你夫君之事？老夫人料事如神，不敢有所隐瞒。今日来确实是为了此事。你想让我阻止丞相千金嫁进安定伯府？如果是这的话，你恐怕找错人了。老夫人怕是误会了，我今日来确实是为了丞相之女嫁与我夫君一事而来。可我并不是想要阻止她嫁进来，而是想让老夫人助我离开安定伯府。你要离开安定伯府？没错，我想要和离，可安定伯府不愿意放人，甚至拿我的娘家人威胁我。可我江家只不过是商贾之户，正所谓民不与官斗，今日求到老夫人面前来，也实属是无奈之举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当初你在宋慕怀垂死之际为他冲喜，如今他好不容易活过来，却要贬妻另娶，这也就罢了，竟然还不让你离开。我看这伯府就是平常欺负人惯了，
真以为这京城没人治得了他们了？来人，夫人，立刻去把为难江家的人都赶出去，再放话出去，说有敢与江家为难的，就是跟汝南王府作对。是。你放心，你的香我就收下了，你且回去，和离的事我也会帮你办成。多谢老夫人。那是我们的世子汝南王，想必是看望老夫人去了。宋少夫人没吓着你吧？我们世子很早便入了战场，杀敌无数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一般人可经不住他的眼神，就连我偶尔跟他对上，也有些害怕。不过我们世子性子却是极好的，若是哪家姑娘入了他的心呐，那可是享不尽的福气。唉，可惜被冷家那个女人给毁了心，呸，真是个晦气玩意儿。若是老夫人的香用完了，可随时派人来我府中去取。辛苦您传话，这些您拿去买茶喝。多谢宋少夫人。马车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宋少夫人，这里离伯府还有些路程，您坐府上的马车离开吧。那就多谢安妈妈了。母亲，你这次驱赶蛮人，将他们打跑了，朝廷必会嘉奖你，不如趁此机会向陛下邀些功赏回来。只不过是攻克了北界的一场小混乱，不值得拿去邀功。你以为我只是为了邀功吗？我是看不惯冷丞相那老狗。林然，冷家千金毁了你的婚事，你难道一点不恼吗？有什么可恼的？她不嫁便不嫁吧。是他，母亲，这香是从哪儿得的？母亲，这香是从哪儿得的？是安定伯府少夫人送的。安定伯府少夫人？没错，就是冷双娥非要横插一杠，抢着要嫁的安定伯府。她今天找上门，求我帮她与宋慕怀和离。你为男儿被人悔婚，说到底无伤大雅，可她为女子被抢走夫君呐，日子只怕难过。有人欺负她？岂止是欺负，伯府的人为了能攀丞相的高枝，逼江氏做妾，看她不愿意，就封了她娘家人的酒楼相威胁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岂有此理！回老夫人，江氏已经回去了，奴婢特意安排了一辆汝南王的马车送她。什么？哎，糊涂！你怎么能安排我儿的马车去送他呢？让宋慕怀看到他是坐我儿的车回去的，定然会怀疑他与我儿有染，还不快去把江氏追回来！我去追。哎，林然，哎呀，哎，蓝山，你确定没看错？真的是汝南王往咱们家来了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马车上挂着汝南王的铜牌。一定是慕怀抢了汝南王的未婚妻，人家上门兴师问罪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母亲不必担忧，感情之事向来讲你情我愿，今天就算汝南王亲自前来，我也不惧。
宋少夫人，依照礼仪，汝南王的车驾来安定伯府这儿，安定伯府的人是要出门迎接的，等级森严，该守的礼必须得按着办了呀。宋少夫人，到了。江媛媛，你没有一句要解释的吗？我该解释什么？你成婚妇人，为何坐着汝南王的马车回来？为何汝南王的随从会待你像主子一般？看你这副嘴脸，莫不是吃醋？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会对你吃醋。那便最好。我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等一下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你就想走？袁烨，刚才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会坐着汝南王的马车回来？这还用问？自然是得知汝南王班师回朝的消息，跑到汝南王府，试图勾引汝南王。嫂子，我知道我哥将你贬为妾的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但你也不能做出这般有伤妇德的事情来。好啊，我说为什么你一听到穆怀要贬你为妾，就迫不及待的要闹着和离？原来是早有二心了。江媛媛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。江媛媛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。我虽然嫁入伯府才1年，但这1年多，我全心全力的侍奉全家。原来你们竟然这么看我！嫂子作为安定伯府的妻室，又拿着管家的对牌，身后全家不是分内之事吗？这也好意思说出来？没错，你若非与汝南王有私情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怎么会安排马车送你回来呢？这辆车不是汝南王为我家小姐安排的，是汝南王的母亲为我们家小姐安排的。他不仅让人送我们回来，还答应要为我家小姐主持和离。啊！这京城谁不知道温老夫人深居简出，不爱交情，就连这京城达官贵家的女眷都无缘与她认识。就凭你一个商户之女，还妄想骗我说你与她认识？就是，还说什么和离？我看就是你想要脱罪的借口。江媛媛，我知道你不满意我贬你为妾，所以想用和离来威胁我。你这般肆意妄为，不仅换不来我对你回心转意，反而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威胁？宋世子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。和离之事我心意已决，你们谁都别想拦我。江媛媛，你是个商户之女，身份地位本就没法和丞相千金相提并论，现在居于他之下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有什么不情愿？就是，嫂子就算为妾，那也是我伯府的妾，这身份地位比京城一般贵妇还是高出了不少。你如此纠缠不休，就不怕我哥一怒之下休了你，让你连妾都当不了吗？那便休，你看我怕是不怕？那便休，你看我怕是不怕？江氏，你如此嚣张，当真不怕离开伯府后，这京城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吗？难道你忘了，现在江家的产业都已经被举报查封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婆母找人打伤了我江家太公，又贿赂官兵封了我江家的产业，为的不就是让我心甘情愿做妾，继续留在这伯府，做你们随意支出的财库吗？只是可惜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破。从今日起，伯府的一切支出，我1分钱都不会出。好啊，那我就看你江家能拖到几时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急匆匆的，成何体统？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是老夫人，我们派去江家那边的人被汝南王府的兵赶走了。他们还说，以后有人去江家找麻烦，就是在跟汝南王府作对。什么？他们可说这个命令是汝南王府的何人下的？是汝南王的母亲温老夫人下的命令。温老夫人？你竟然真的认识温老夫人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们，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罢了。站住！江媛媛，你究竟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胡闹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我要娶双娥，已经得罪了汝南王一次。你在这个时候去找温老夫人，就不怕我们伯府陷入危险境地吗？更何况能娶到丞相的千金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整个伯府都意义重大。你非要搅得满城风雨，让我娶不成双娥，你才甘心吗？我没有阻拦你娶任何人，
我只是想要离开这安定伯府，并且拿走属于我的一切。好，你这么想离开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今日我便修书一封，将你逐出安定伯府。娘休妻！没错，吴府没有合理，只有休妻。按照本朝的规矩，女子被休出门，全部的嫁妆都不能带走。看来嫂子这一次是要净身被赶出去了。之前逼江元燕为妾，正是为了霸占她的嫁妆。如今若能将她净身出府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穆怀，像江元燕这种商户出身的女人，原本就配不上我们伯府。当初我们好心娶她入门，却把她惯得越发没有规矩了。你赶紧写一封休书，把她赶出去。她的嫁妆一份都别想拿走。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我家小姐自从嫁入伯府，可曾亏待过你们一人？而你们却因为攀附权贵，不仅将她贬为妾室，竟然还想要休了她。堂堂安定伯府做事如此龌龊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住口！你一个贱婢还敢多嘴？当真以为伯府没有规矩吗？哥，都怪你平时对嫂子太好，把她惯的连侍女都这么没规矩了。刘芳，快跪下给蓝山道歉！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凭什么让我下跪道歉？真是反了天了，怎么跟主子说话的？江元燕，平时我真是把你们主仆惯坏了，你还不快让刘芳跪下来给蓝山道歉？明明是你被惯坏了，1年前若不是我家小姐，你早就去见阎王了。忘恩负义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就你，简直是我家小姐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。贱婢，屡次挑衅我，你真当我没有脾气吗？我的人岂是你说打就打的？我的人岂是你说打就打的？岂有此理！这真是岂有此理！江元燕，你竟然为了一个贱婢，当众掌掴你的夫君！穆怀，哥，你怎么了？穆怀的救急犯了，江氏还在这里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你夫君拿药！很不巧，他的最后一碗药在昨晚就已经吃完了。宋穆怀，我劝你以后还是谨慎生气，免得急火攻心，毒疮再发，到时候可就真的不好办了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敢拿穆怀的病来要挟！我并没有要挟，婆母怕是忘了，当初我是被迫嫁入侯府，为的就是给她冲洗除病。如今你们要将我赶出府，那除病一事理应结束，又何来威胁一说？江元燕，敢高攀我们安定伯府的门楣，这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，你竟还不知足！你错了，能娶到我是你们安定伯府的福气。你们若是好好待了，这福气你们还能接得住。可惜你们有眼无珠，错过了这场福气。你个商户之女，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如此胡搅蛮缠，当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？来人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将这主仆2人给我拖出去，关进地牢。在7日后，我哥的休书通过了官府的印章，再将他们扔出伯府。是。地牢阴暗潮湿，还有毒蛇出没，被关进去的人通常活不过3天。江元燕，饶你有通天的本事，这次也死定了！住手！住手！是你？你胸口处有一处刀伤，我需要解开衣服才能包扎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安定伯府，敢在这儿闹事，就不怕死吗？光天化日之下纵奴行凶，不怕死的是你们吧？这位官爷怕是误会了，这2位都是本府的家眷，我们刚才只是想把他们带回府上安置，并没有什么纵奴行凶的事。安置？我记得婆母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刚才明明有人扬言要把我们抓进地牢，活活关死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怎样？他们主仆2人，一个不守妇道，私会外人，一个尊卑不分，顶撞家主。我们堂堂安定伯府，还没有权利惩治他们了吗？你一个臭当兵的，
顶多是个寻城的小吏。我们伯府的家事你也敢管？我看你是不怕引火烧身呢？引火烧身，本王倒想看看是什么火能烧到本王身上。这个人自称为王，莫非他是汝南王？不可能，汝南王千金之躯，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况且世人谁不知道，汝南王从来都是以面具示人。这个人没戴面具，根本不可能是汝南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们可识得此物？这是汝南王的腰牌，你真是汝南王？汝南王出行一向戴着面具，这次竟然会为了姜氏不戴面具，莫非他真跟姜氏有私情？原来真的是汝南王大驾光临，不知道王爷到我们府上所为何事啊？我自然是为姜二小姐所来。马车的事已经给姜氏带来了这么多麻烦，所以还是不要表现得与她太过亲近，免得再生是非。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母亲答应了要帮姜二小姐和离，很快她就会跟你们安定伯府再无瓜葛，所以你们已经无权惩罚她了。江元燕，原来你真的是想要和离。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婆母，既然和离之事已成定局，那这副管家对牌我也不方便使唤。至于老夫人的寿宴需要1万两银子，还请婆母另想办法吧。王爷，府内还有我进门时的嫁妆若干，能否劳烦你派人将其送回姜家？去帮姜小姐搬东西。是。把姜二小姐的嫁妆都点清楚了，一件不许落下。是。住手！这些东西你们想搬就搬，把我们伯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三小姐怕是忘了，我让人搬的这些都是我嫁妆里的东西，当初是你借去的。宋小姐莫不是不想还了？蓝山，和离的事汝南王都插手了，我们恐怕拦不住吧？谁说我要拦了？她一个姜氏之女，真以为我们伯府离不开她了？我不过是不想她以和离之名带走这些嫁妆罢了。汝南王，你权势虽大，但和离属于安定伯府的家事，除非圣上下旨，否则没人能逼迫我哥签下和离书。那我便亲自进宫求一封和离的旨。可以，不过我听说圣上外出狩猎需要半个月才能回来，所以如果我哥能在和离旨意到来前休了姜氏，那这些嫁妆你们就无权带走。不错，穆怀，你快休了姜氏，这些嫁妆一件也别让他拿走。堂堂安定伯府，为了这点嫁妆，竟然行如此龌龊手段，真是可笑。你不说话，是也想休我对吗？云烟，我知道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不甘心自己被贬为妾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肯跟我母亲和三妹认个错，我便对你之前的胡闹行为既往不咎。宋世子还真是大方，不过我倒是希望你能够痛痛快快的写下一份和离书给我，我就不必多费周章。你，江元燕，你3番2次用和离来要挟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你吗？要休就休，何必多费口舌？还是说，宋世子也想贪慕我的嫁妆？穆怀哥，我们成亲的时候，你会用10里红妆引我入门吗？双娥，这些年府上为了给我治病花了不少银子，所以我们的婚事能不能从简？伯父怎么会没钱啊？之前江元燕出门的时候，身上穿的那件月影纱薄如蝉翼，一匹便值1000金，还有她那套8宝璎珞头面，更是价值不菲。那都是她自己的嫁妆，她是商户之女，家里是京城中有名的富商，所以在治穿用度上会格外好些。穆怀哥，江氏既然已经嫁给了你，那她的钱便就是你的钱，不如我们把她的嫁妆当做聘礼可好？穆怀哥，以我们现在的地位，我们成亲的时候定会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的聘礼。我已经为了你推掉汝南王的婚事了，你要忍心看着我难堪吗？双娥，你放心，结婚那天我一定不会让你丢脸的。我说过，伯府没有和离，只有休妻，所以这些嫁妆你拿不走。
好，宋慕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不过我自嫁入伯府并没有什么过错，请问世子是想要以什么理由休我？你与我结婚1年，未有子嗣，又嫉妒我迎娶丞相千金，此2条为七书中的无子和嫉妒，所以理应当休。虽嫁入伯府1年，但这1年中，因为你的病情一直未曾与你圆房，没有子嗣不是很正常吗？至于嫉妒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休便休，就当我这1年付出为了够。江二小姐，这么多的嫁妆，留给他们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如果你点头，不光这些嫁妆，就连你我也可以安全的送回江家。汝南王，你虽贵为异姓王，但和离之事乃我伯府家事，你无权干涉。我若非要干涉，王爷要是非要干涉，我自然无话可说。只不过堂堂汝南王对我们伯府之妻如此上心，这事儿若是传出去，免不了遭世人猜忌。你觉得我会怕人猜忌吗？王爷不怕，那江氏呢？也不怕吗？目前江氏还未与宋慕怀和离，名义上还是伯父主母。我只顾与宋家人斗气，倒怕这件事忘了。汝南王，我知道您是一番好意，但目前我还是伯府主母，不便离开伯府。那就等半个月之后，我替江二小姐求来和离旨意之后，再护送你回江家。若这些日子我再听说安定伯府胆敢无故休妻，定会在皇上面前参他们一个仗势欺人。多谢汝南王。来人，将江二小姐的嫁妆全部封存起来，打包带走。没有我的命，谁也不准轻举妄动。是。你别得意，这些东西迟早还是伯府的。没想到小姐当年在战场救下的人是汝南王，相信有他的帮忙，伯府的那些白眼狼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我虽然对汝南王有恩，但和离毕竟是家事，汝南王干涉太多，定会被外人非议。看来这件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。小姐，伯府上下如此一心的对付咱们，仅靠咱们自己，恐怕不太容易和离吧？他们能上下一心，不过是因为有我为他们托底罢了。若是没有我，你看他们还会这么做吗？对了，依兰，我已经将府上的管家对牌交了出去，府上的账目从此以后跟我们再无关系，你记得把账本交还给管家。是，小姐。等一下，你记得把账本交出去之前，记得把那份暗账再抄一份给我。明白，小姐，我马上去办。什么动静？怎么这么吵？8成是伯府二公子回来了，听说他这次跟随汝南王出征，可立下了一些功劳呢。不过二公子之前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纨绔，他能立功，奴婢是不太相信的。确实可以。刘芳，你去随军的军医那里问一下，宋慕清这次的军功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是。木剑，您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，那时我军正缺少粮草，而我又负责运输粮草，结果遇见一群快要饿死的老百姓。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是敌方的细作，竟然是计划过来烧我们粮草的。好在我呀火眼金睛，一下子便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我们的粮草啊才得以保存。我们家木青啊，就是个好儿郎，这次正好回来，可以喝上你大哥的一杯喜酒。可是丞相千金要嫁给大哥的事儿，你刚回来，怎么会知道？虽然我刚回到京城，可京城的事儿啊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。据说大哥还要将江氏贬为妾，那是之前，现如今我们伯府已经决定将他扫地出门了。赶出伯府？按三妹的意思，若不是让大哥休了江氏，不错，我们的本意是要抬江氏为贵妾，可他非但不领情，还妄想和离，甚至找来汝南王当靠山。如此善妒有心机的女人，我们伯府实在容不下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她赶出伯府。汝南王也牵涉进来了？是啊，真不知道那江氏
耍了什么狐媚手段，竟然找来了汝南王这座靠山。汝南王那么尊贵的人，怎么可能被江氏这个商户之女蛊惑呢？我看呀，他八成是气不过穆怀抢了他的未婚妻，所以故意来借江氏之手找我们伯府的茬儿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汝南王跟他说话时一副冷冰冰的态度。这么说，等汝南王消了气，我们还是可以容捏江氏。那是自然。且不说你大哥娶了相府千金，我们会受到丞相的提携，单是这穆青的军功，也会让我们伯府越来越好。这个江氏不懂得抱紧我们的大腿，还想和离，以后有他后悔的日子。这个江氏当初可是我先看上的，如今既然我哥不要，岂不是我的机会就要来了？今日穆青回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一会儿啊，我让后厨做一些好菜。穆青啊，陪你哥好好喝2杯啊！今日军中兄弟们一起庆功，我就不在家里吃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这孩子这么着急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嫂子，我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嫂子不要怕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大哥对你还好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嫂子，大哥要贬你为妾，还要休你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我觉得这事太委屈你了，我可不想嫂子受委屈。所以，若是嫂子愿意，不如跟了我。你大哥之前以正妻之名娶的我，就算贬妻为妾，却也承诺是贵妾。不知你又能给我什么？大哥那身子点儿，你跟着他当个贵妾能享什么福啊？不如跟了我，日后等我飞黄腾达，保你一生荣华富贵。哦，那是要给我正妻是吗？这若是母亲答应，我能得到嫂嫂这样的佳人，娶你为正妻，也不是不可。可母亲不会答应。不答应又何妨？你做她的贵妾，还不如做我的贵妾。元烟，你若有意，今日我们就成了这件美事儿。你敢打我？不敬长嫂的畜生！你若是再敢胡说，就不止2巴掌这么简单。你可知我有军功在身？你打我就不怕我告到官府让你坐牢吗？你私闯长嫂住所，调戏长嫂在先，还想报官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就去，陪你去官府当庭对质。江媛媛，你别狂，等你被我哥赶出伯府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江家！哼！小姐，他没伤着你吧？没事，凭他的本事还伤不到我。我只是意外，这个畜生怎么会打主意打到我的头上？小姐，要不然咱们把这件事情告诉姑爷。没用的，苏慕怀现在心思都放在冷霜娥身上，是不会在我这浪费时间的。小姐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给宋慕怀这个白眼狼。不过小姐，今天这件事咱们就这样忍下去吗？忍？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忍字。今天这件事，我迟早要和这个畜生算清楚。哎，穆青，你不是去军营庆功了吗？怎么从流云阁里出来了？是啊，二哥，你的脸怎么好像也肿了？我本来是打算回军营的，后来想着许久没回家，就想顺便去嫂子那里请安。可没曾想，我一进去他就扇了我2巴掌。我想嫂子一定是因为我哥的事迁怒于我，我没跟他计较，我就出来了。岂有此理！没想到这个江氏竟蛮横到这般地步。就是，她一个商户之女，竟敢对有军功的二哥动手，这妻二哥能忍，我忍不了。我这就去报官，把他抓回来。三妹别去，三妹别去，这事儿吧，怎么说也是我们伯府的家事。再说，也是大哥委屈了嫂子，闹到官府，恐怕会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要回军营，不然真来不及了。
母亲，你看，江氏就是看我们家人老实好欺负，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的。真是把他给惯坏了。不过好在7天后我们就会把他赶出去了，到时候汝南王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看我们怎么把他们家拿捏死。哼！贾氏、兰山，我听下人说，我今年的寿宴不让江氏主持了。母亲，江氏因为被穆怀贬为妾的事闹脾气，还想和离，我们决定惩罚他一下，所以您今年的寿宴不让他插手了。那也不过是一个商户女子，当年若不是穆怀病重，让她冲喜，她怎么能攀附上我们伯府的大门？如今纵使做穆怀的妾，已经是抬举她了，她还想闹和离？我看八成是想借此要挟。奶奶分析的极是，所以我们才决定将她赶出伯府，让她后悔无门。一个低贱的商户之女，赶了就赶了，只要不影响到我的寿宴就好。奶奶放心，这次的寿宴呢，是我来主持，保证给您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起码不会比江氏的那次差。你是我身边3个子孙最孝顺的一个。兰山啊，这次宴会也关系到你的脸面，若是京城中那些贵妇人知道我的寿宴是你办的，若是办得体面，到时候你在京城可就是名声远扬了。祖母放心，兰山这一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上次江元夜给奶奶办寿宴，场面那么大，一定贪了不少钱，这次也该轮到我捞些油水。小姐，听说明天老太君寿宴由3小姐主持，她还扬言要风风光光的大办一场。不过现在伯府账上1分钱也拿不出，看看这回寿宴怎么办。让你准备的账本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账本公布出去吗？不急，这个账本是留给别人的。库房没东西，账上没有银子，我堂堂伯府钱呢？三小姐，伯府的账向来如此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少夫人管家事倒还好，如今你接手，只怕……你的意思是我年岁小，就不适合管家了？账上没钱，必然是大嫂拿了不少，我这就去要回来。三小姐，三小姐，嫂子，我记得之前一直是你在管家，现在我问你，账上为何没钱？账上本就没钱。怎么会？我堂堂伯府，怎么可能会没钱？定是你拿了宫中的钱。你说我拿了宫中的钱，可有证据？我既然敢来，自然是有证据。来人，抬上来。你现在可还有话说？我不明白三小姐要我说什么。都这会儿，你觉得装傻还有用吗？我问你，要不是你拿了宫中的钱，这些珠宝首饰，还有墙上那些名贵字画，都是哪来的？这些自然是我的嫁妆。这每一件都在我的嫁妆清单上清清楚楚的记着。三小姐若是不信，可一一进行比对。不可能，这些嫁妆单上的东西价值100万，你一个商户之女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再说，如果你没拿宫中的钱，那为何账上没钱了？三小姐觉得不可能的事还多着呢。这管账呢，是要看账本，而不是凭空猜测。这账本上记录的账也不是1天2天的了。我在嫁入伯府之时，伯府的账上便没钱了。这1年前的账，三小姐应该也看过，还是说三小姐根本就没看过账本？我第一次管账，难免会有些不懂。三小姐既然不懂，那便好好学着就是。不过我之前也有过跟你一样的念头，堂堂一个伯府，账本上为何没有钱？还是说，是不是真有人贪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三小姐既然想要查账，那便查查吧。这是……三小姐难道就不好奇？明明你看的账本上，伯府每年都有款项进账，但每年结算时却都是亏空。
这些钱到底花在哪儿的？你是说有人私自挪用了家中的钱？我只是偶然之间发现了府上的另外一个账本，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还要三小姐自己查看。府上这些钱都是被母亲拿走的。这次为何才送来这么一点？夫人，现在黑市上管得严，能拿出这么些已经不错了。哎呀，罢了，先用这些给穆怀娶亲吧。穆青的军功之后再说。夫人，三小姐也到及笄的年龄了，是不是也给她准备些嫁妆呀？那个死丫头从小就不跟我亲，伯父就剩这么点钱了，先紧着穆怀和穆青的事情用。至于他，以后让他自己想办法。蓝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回来看看母亲。母亲，你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？还有，你身后的那盒子装的什么？这些都是我的一些首饰，平时用不到，我就收拾了一下。首饰？我正好缺首饰戴，想必母亲不会对我吝啬什么首饰吧？打开匣子，让我好好挑选一下。这里面的东西都太老，你若喜欢，我挑几个给你送过去。那就多谢母亲了。蓝山，那里面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能打开。既然母亲不愿让我打开，那我就不打开。我把他们交给老太君，让老太君决定到底要不要打开。你要气死我呀！说，这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儿媳也是有苦衷的。你当然有苦衷了，你把持着整个家里的钱财，这银子你说给谁就给谁，整日在我面前叫苦哭穷。原来你藏了私房。蓝山，这些钱你拿去办寿宴，办完了，这钱剩下的都归你了。谢谢祖母，我一定将您这次的寿宴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放这儿吧。这边。三小姐，这些鱼儿都是按照您的吩咐买的，都是快死的鱼。三小姐，这猪肉我可是杀了好久的价，总算是比外面的肉便宜了10文一斤。三小姐，这螃蟹太贵，得花上千两银子才能买到。蠢货，就不知道想想法子，像猪肉和鱼肉一样便宜吗？你没有好办法。本小姐倒是有一个法子，我听说民间有厨子能将豆腐做成螃蟹的样子，还能以假乱真。办法好倒是好，就是这厨子也是名厨，请他来做，怕是也要不少花销。人家民间厨子都能做到，咱们安定伯府的厨子就做不了了？你去跟厨房的人说，能做就做，做不了就滚蛋。三小姐，这毕竟是老夫人的宴席，若是做得太节省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你懂什么？席面上的东西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，这些有花头却便宜的菜，能让面子上过得去就成，最后省下来的钱却是实实在在握在我的手里，到时候就是我的嫁妆了。三小姐考虑的是，这是寿宴请的人的名单，请三小姐过目。枪氏怎么在上面？我请的可是京城名贵，他一个商户制也配来这里？把名字给我划掉。三小姐，她毕竟是少夫人，万一有人问起来……那就说她有病来不了，这还需要我教你吗？还是说你敢不听我的指挥？不敢，我这就派人去通知少夫人。小姐，刚才管家派人来说，明天老太君的寿宴不让您参加了。哦，知道了。真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咱们不去便不去，谁还稀罕不成？不过小姐，听说三小姐办寿宴吃回扣吃得很厉害，堂堂安定伯府，席面被她搞成这样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她爱怎么办怎么办，那是她的事儿，与我们无关。对了，之前让你打听的事情，你打听的怎么样了？搞清楚了，小姐。
宋母卿的军功果然有问题，而且还是大问题。好，那就趁着这次寿宴，把这件事情捅出去，就当是给宋老太君的寿礼了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，老夫人！多谢恭喜啊！里面请。老夫人高寿！老夫人请里，恭喜，请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恭喜宋老太君！恭喜恭喜！里边请。啊，里边请。哎呦，没想到丞相夫人和千金也来参加我的寿宴呢，真是折煞了我们安定伯府啊！哪里，双娥啊，你是个贴心的，知道我今日寿辰，特意来为我祝寿。我呀，有你这样的孙媳妇，这是我的福气呀。老夫人，今日怎么不见姜氏出来啊？他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，正好今日身子不适，我便让他在院子里休息了。快别提他了，来，里边请，快！来，请坐，大家都坐下吧。哎，好。大家别客气，今天来到我府上的都是客人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这可是我亲孙女儿今天亲自操办的。这宋三小姐可真是能干，听说她从小是养在老夫人身边的，不愧是老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。是啊，是不错。这些是寿宴的菜。这些是寿宴的菜。这安定伯府怎么会如此啊？这西梅竟然如此上不了台面。是啊，亏得宋老夫人方才说前任宋少夫人上不得台面，我看这宋三小姐比那姜氏更不如。之前我可是见过姜氏的，才貌自没的说，待人接物也落落大方，可不像这席面透着一股小家子气。这菜看着虽然不好看，说不定味道不错呢。双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我们也尝尝吧。哎，来，这鱼不新鲜呢，像是死了才下锅的。这蟹黄也有问题。三小姐果然会勤俭持家，怕是这钱都省在席面上了吧？看来这三小姐啊，的确不能跟姜氏比啊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怎么能做成这样？这就是安定伯府的待客之道吗？大家平日里吃好的吃惯了，想必三妹也是想让大家尝尝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我家丞相呀，总爱在家说，咱们为官者当体贴百姓之苦。我想蓝山如此，也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有锦衣玉食的同时，也别忘记那些贫苦的百姓们。什么体贴百姓之苦？我们随了那么多礼啊，就吃这个席面，还美其名曰体验百姓之苦。这安定伯府真是好算计，舍不得银子还想要面子。我看这伯府啊，以后改叫监商府算了，像什么样子？是啊，你看看这都是什么待客之道？可不，走，放开我！你们什么人？连安定伯府的二公子都敢绑，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？绑他算轻的了，你还是先问问他自己干了什么。两位官爷，我儿母亲向来低调沉稳，同时还是有军功在身的人，当然不可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哼，他喝醉了酒，上大街调戏良家女子，都调戏到汝南王府的女眷身上了，你们还觉得是误会？什么？
你个逆子，大逆不道的畜生，竟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两位官爷，此事我们伯府一定会妥善处理的，定会还王府女眷一个公道。你们自己处理，想得美！汝南王让我们把他带到安定伯府，是要我们在这里对他处以情刑。这不能行，他还这么小，不能在脸上刺字。如果是刺了字，这辈子就完了。你们要请，就在老身身上请。两位官爷，母亲只是喝醉了，并非有意冒犯王府女眷。两位官爷，看在他有军功在身的份上，饶了他这次。你们还好意思提军功？汝南王早就已经查明了，他宋木青所谓的军功不过是杀良冒功。我们带他回来是要当着你们的面给他刺字，刺完以后还要带他回去军法处置。母亲，祖母，救救我！我不能回去，我要是回去我就完了。我提醒你们一句，杀良冒功那可是株连的大罪，汝南王本不欲深究，可若你们非得要替他求情的话，保不齐汝南王会改变主意，到时候受牵连的可是你们整个安定伯府。祖母，现在我只能靠你们了，你们不能不管我啊！住嘴！你大逆不道，不孝子孙！你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想拖我们伯府下水。我们伯府没你这样的不孝子孙。二位官爷，你们就在这里处置他吧。我们伯府以后跟他没有任何瓜葛。不要，祖母！既然老太君都那么说了，动手吧。这伯府的子孙呐，真是一个比一个不中用哦。席面差就算了，在寿宴上还要看人受刑，真晦气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了，都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祖母，娘，祖母，怎么了，母亲？你拉我做什么？母亲，你拉我做什么？确定你做的梦没错？安定伯府这样的人家，一定会出一个帝王，绝对没错。虽然伯府现在你没事吧？但等穆怀哥的身份被揭示后，他们家必将一飞冲天。母亲，伯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穆怀哥一定很难过。我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去安慰安慰他。穆怀哥哥，小姐，你是没看到刚才寿宴上的事有多精彩？宋家都会被气疯了。不在院子里好好待着，又去看什么热闹？有热闹为什么不看？谁让他们欺负我家小姐的？活该！小姐，那不是冷霜娥吗？她抢了小姐的夫君，怎么还有脸来这里？娘，今日姜氏都不敢出来了。既然他来了，那便看看他过来有何事吧。刘芳，去上茶吧。小姐，这种人上来应该一大棒子打上去才对。去吧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双娥，我还是觉得那个宋穆怀没有人君之相，你确定没搞错吗？母亲放心，这件事绝对错不了。只要穆怀哥娶我为妻，我一定是未来的皇后。那个就是江月燕吗？难怪是低贱门户出来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看到我们来，也不说过来请安。姜氏这院子看着比老夫人的院子还要奢侈，看来她这一年捞了不少好处吧。冷小姐说我捞了不少好处，那你可知这院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姜家奋斗而来的，与安定伯府毫无干系。将来就算我不做这安定伯府的主母，这院子一草一木都是我的。
你江家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没了安定伯府的庇护，如何住得上这么好的院子？日后我进了门，你就搬出去，这院子便归我了。夫君也抢，院子也要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敢如此抢别人的东西，难道就不怕有损自己的名声？你觉得是我抢了你的？我与穆怀哥原本就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在我们之间横插一杠，该嫁给他的人本来就是我。真是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我原本以为身为丞相的千金，从小就算不是学富五车，也该博闻强识，理应明白在这世间女子生存本就不易，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，而不是如强盗一般去强取豪夺别人的东西。不是我抢了你的，而是这一切本来就属于我，你不过是运气好才得到了安定伯府的一切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当初安定伯府向你提亲时，你为何不嫁？答不上来。冷小姐，你宁毁王府婚事来嫁伯府，你是有何意图？我和穆怀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什么都不图。你们商人天生爱谋利，我跟你不一样。那冷小姐可知，我当初被嫁进来之前，宋穆怀就已经快死了，是我这个商户之女靠冲喜救活了她。若是当初嫁入伯府的人是你，恐怕现在已经守寡了吧？我才不信什么冲喜一事。穆怀哥能活过来，是他福大命大，而你不过是捡了我的漏，让你下堂为妾，已经是对你的仁慈，不要不知好歹。原来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地步。刘芳，拿茶过来。小姐，茶来了。小贱人，你敢泼我！你做什么？双娥都答应让你做妾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杀害她？小贱人，你疯了吗？这茶水是温的，既不会冻死她，也不会烫死她，只不过她站在了我院子的地上，我觉得脏了，洗洗罢了。江云燕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娘可是丞相夫人，你敢拿茶杆砸她，你可知这是大不敬之罪？方才我一时手滑，不小心将茶水泼到你脸上了。既然夫人对我怒气冲冲，我一时担惊受怕，将茶盏摔了。就算你们去报官，想必官府老爷念在我一介妇人被人闯入院子之后的害怕心情吧。你不要脸！夫人过奖了，都是跟令千金学的，只不过学艺不精，这不要脸的程度，还是没办法与之媲美。好，江云燕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张大夫，我母亲的病如何了？老夫人这是气血攻心，又年事已高，已经无药可医了。各位还是安排后事吧。啊？怎么会？张大夫，你是不是诊错了？我祖母只是气晕过去，又怎么会无药可医呢？对啊，你们若不信我，只管另请高明。老夫先行一步。张大夫，老夫人不可能有事，若她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，恐怕整个京城的人都会笑话我们安定伯府。难道我不清楚处境吗？穆怀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？要不去找袁燕问问？对，江家在京城又开药铺又开医铺的，想必认识的能人异士也多，一定有法子救母亲。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到现在都没有露过面，他肯医治？把他叫来，只要咱们开口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回夫人，少夫人说她生病了，身子不适，所以就不来了。反了他了，还拿桥来了。他不来，那我们去找他。袁燕，你祖母的病张大夫看过了，那个庸医，他说你祖母的病是气血攻心，而且年事已高，无药可医，只能等死啊！父亲，张大夫医术向来不错，也许他说的是……哎呀，
你祖母不能有事儿啊！不管想什么法子，这个节骨眼上，咱们不能让她出事儿啊！父亲说的是，圆圆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世子说笑了，祖母的病你们都没办法，我一介商户之女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怎么就没有办法了？你们江家在京城开了那么多药铺，认识那么多名医，现在连试都不愿意试，就说没办法。我看你分明就没想给老太君治。江氏，今日这事儿，你若不想法子，就是不孝。如此不孝的孙媳妇儿，我们安定伯府容你不下。容我不下？看来父亲还是不知道，安定伯府早就容我不下。前2日母亲和世子还要休了我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圆圆，原来你还在为那人的话生气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肯救祖母，休妻的事我便不再追究，依然让你做伯府贵妾。世子还真是大度，不过原燕福薄，做不了这伯府的贵妾。祖母的病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江氏，你分明就是不想治，你的心可真是歹毒啊！我还总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颠倒黑白、倒打一耙了。刘芳，去把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。和离书？你竟然给我写和离书？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我又为什么不能给你写和离书？笑话！自我朝起，从来只有男人给女人写和离书，哪有女人给男人写过和离书的？我朝法律只规定结缘不和可以和离，并未规定这和离书只有男人可以写。就算这样，那按传统也该是男人来写。你一个女人写的和离书，伯父说什么都不会认的。那我便去官府请求一决，从今往后，我与安定伯府恩断义绝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不同意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，我既然可以得到汝南王的支持，自然也能够得到宫里的支持。若是你们不想闹得满城风雨，大可以阻止我试试。江氏，别以为今日你赢了，你祖母一日不行，我们就一日不会放过你。走！哼！裴燕，你早就策划好这一切了是吧？你是不是早就想与我和离了？没错。我不会接受你的和离书，也不会与你一决。总之，待双娥进门后，你只需要做好妾室本分就行。那好，我们就打个赌，7日之内，你一定会求着我和离。刘芳，送客。小伯爷，我家小姐在未成亲之前也是百家求起的好女子，如今遇见了你，刘芳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模狗样。劝你还是快点走吧，别脏了我家小姐的屋子。你，小姐，我按您的吩咐重开了济世堂，现在外面都在传当年那个燕神医重出江湖了。这第一天，济世堂的门槛差点被踏烂了。对了，安定伯也派人来了，说要给老太君治病，不过被我一口回绝了。小姐，老太君那边咱们真的就不管了吗？若是老太君心疼我，我自然会关心她，只可惜她对我只有利用。罢了，依兰，你用燕神医的身份传一句话给苏沐怀，就说只有他的血才可以救老夫人。至于他肯不肯治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用血治病？对啊，姑爷喝了小姐1年的药膳，她的血早就成了大补之物，我这就去告诉他们。小姐，就姑爷那身子骨，真的能救老夫人吗？你不是总说他福大命大吗？那这一次正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福大命大。快将这碗血给祖母送去。是。也不知道神医这个法子到底行不行，这都3日了，再这么放血下去，沐怀他身子遭不住啊。行了，
你平时不是总说穆怀福大命大吗？不过就是放点血罢了。他一个男儿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不心疼儿子，我心疼。这可是我怀胎10月生的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能不心疼儿子吗？爹娘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穆怀，穆怀，爹，你醒了。穆怀，你看看这都几日了，为了给老夫人喂血，都瘦成什么样子了？现在老夫人还没醒，再这么继续下去，就算把老夫人救活了，你的小命也快没了。哎，瞎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本就没有错，哪有用自家孙儿的命换自己的命的？老夫人她都一把年龄了，可穆怀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况且她以后还要娶丞相千金呢。难道你真想以她的命换老夫人的命啊？穆怀，你听娘的，你从明日开始就不用喂血了，这事儿娘做主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母亲她年事已高，论活年岁也够了。从明日起，我去吩咐管家好好操办老夫人的丧事。我竟不知儿媳妇什么时候可以做婆母的主了。母亲，你醒了。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啊，好像都在等我死啊！只是可惜我这老太婆的命还挺硬啊。母亲，您说的哪里话？您能醒来，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对呀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安定伯府也不用受人指点，说我们不孝顺了。看你们把我的寿宴搞砸了，还有脸在这说这话？穆怀啊，你比那嘴上甜的孝顺多了。这做人呢，不能光靠嘴说，这还得靠行动。穆怀啊，这是蓝山在我寿宴上贪的银子，一共2万两，你都拿去置办聘礼。双娥也是个好孩子，你呀，千万别辜负了他。谢谢孙母，孙儿现在就去准备。你看你急什么？你现在就想去看新娘子啊？双娥，穆怀哥，怎么了？这是不是想我了？来吧，坐。穆怀哥，这几日都没你的消息，咱们的婚期就要到了，聘礼还没来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啊？莫急，祖母今日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你要多准备些聘礼。汝南王府是108台，我们的聘礼一定不会比他的少，至少要188台。这有些多吧？双娥，这188台是不是有些多了？哪里多了？穆怀哥，我为了和你在一起，彻底得罪了汝南王府，退婚这一事也让丞相府损失了一大笔钱财，父亲日夜吃不下饭，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输给汝南王府。可是双娥，以安定伯府现在的情况，就算掏空家产，也只能拿出2万两。那怎么够啊？罢了，反正以后是要做皇后的，趁现在多给宋穆怀一点好处，以后也能在他面前多些资本。穆怀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轻松解决咱们的聘礼问题。什么办法？3日之后，城外会有水灾，到时候大量灾民涌入城内，粮食会涨价，趁此机会偷偷囤粮，到时候肯定能赚很多钱。3日之后的水灾，你现在怎么会知道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你把你的2万两给我，然后我再去丞相府偷偷将府上的钱都拿出来，到时候赚了钱，你就可以娶我了。双娥，你如此待我，今世我若负你，定遭天谴。若不是我知道你这一生能当皇帝，我才不会这么帮你呢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你把你的2万两给我，我再去丞相府偷偷将府上的钱都拿出来，到时候赚了钱，你就可以娶我了。双娥，你如此待我，我今世若负你，
定遭天谴。小姐，你猜的果然没错，这对狗男女真的在这里偷情。小姐，丞相千金说3日后会有水灾，难道他真的未卜先知吗？我也奇怪，她原本可以嫁给汝南王，却非要退婚嫁给苏慕怀，现在又说3天后会有水灾，莫非还是重生者？小姐，重生者？这个世上真的有重生者吗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依兰，你以后秘密跟踪冷霜娥，她有任何动静，随时汇报给我。是，小姐。柳芳，你回趟江家，拿江家的钱囤些粮食，若是3天后真有水灾发生，这笔粮食正好用得上。是，小姐，我现在就去。双娥，后面园子里已经空出一间屋子来了，那屋子可比你闺房要大上许多。你确定要囤这么多粮食吗？娘，您放心吧，前世江州发大水，无数百姓家园被冲毁，只能逃到京城来。等那些灾民来了之后，京城人口就多了起来，再加上江州每年运往京城的粮食不少，到时候粮食不够吃，原本平稳的京城粮价便会大涨许多。我只盼望着这次江州的水越大越好，那些来的灾民越多，粮食就越金贵，我们赚的钱也就越多。大小姐，咱们现在仓库里面的粮食：粟米2万担，黍子1万担，白面1万担，小麦3万担，水稻3万担。怎么全是些粗米糙粮啊？这是给人吃的吗？你买的这些粮食这么粗糙，这怎么吃啊？大小姐，老百姓们平时吃的都是这些。等到洪水发过来，那些穷人哪还有钱买粮食？你囤这些东西，还不如多囤些白面和细米，剩下的钱你就去买京中达官贵人爱吃的胭脂米、红稻米，买的越多越好。可是大小姐，如果真有灾情，有钱的那些人哪里会为吃喝发愁？你说这话是不相信本小姐的判断吗？我看你这管家之位是不想当了。是奴才蠢笨，没有体会到小姐的意思。小姐自然天生聪慧，奴才这就按您的意思去办。小姐，丞相千金目前正在派人四处在城里买米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买的只是细米和白面，咱们也跟着买吗？不，他买他的，咱们买自己的，咱们全买糙米。是。怎么样，水灾真的来了吧？咱们现在卖了多少钱？怎么才卖了1万担？还是原价卖的？我不是让你涨价吗？这些天江家米铺一直都在低价售卖糙米，而且他们家的米箱卖不完似的源源不断。咱们囤的这些白面精米，原价都卖不出去，更别说涨价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双娥，你说再这么下去，咱们会不会把钱都赔进去啊？你慌什么？大不了我去跟我爹说一声，老百姓不买，朝廷可以买啊，让朝廷收粮食，也就是我爹一句话的事。咱们的粮食不愁卖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倒是那个江家米铺坏了我的好事，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想怎么教训他们？哼，大灾之年粮食涨价是共识，他们不涨，其他店铺的老板肯定不满意。那么我们只要一个一个来啊！谢谢，给你的。来一份吧。爷爷，听说你们江家米铺决定不涨价了。咱们都是商人，能遇见这样赚钱的机会可不多呀。张师伯，外面灾民那么多，不知有多少家庭卖儿卖女，相比他们的凄惨，我们江家少赚些又何妨？再说了，只是少赚，又不是不赚。哈哈哈，是指你的善行令人佩服呀。不过你们江家米铺不涨价的事情，
已经惹得商会里不少人对你有意见呢。大家今日过来，也正是因为此事。江大丫头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下的命令，不让江家米铺涨价？你可知道江家米铺之前在京城就占了一半的生意？你今日这般做，叫我们这些同行怎么活？对，说法必须给个说法。是啊，必须给说法。你必须给个说法。生意场上本就是靠本事吃饭，我江家米铺能占京城一半的生意，是我江家的本事。各位叔伯们别气，请听我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咱们在商言商，但不可发国难财。你们米铺的米涨价涨得那般高，有几个百姓能买得起？若是吃不起，他们便会去夺、去抢、去偷，到时候你们又该如何？是啊，说的也是。生意本就是靠长久之计，说是一昧贪一时便宜，便做不长久。各位叔伯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不想多赚，可是我想多赚。但你不涨价，别人怎么会买我的？李老板若是想卖高价，我江家自然也不会去阻拦。但是还请你想想，以往有灾情的时候，哪次朝廷放任不管的？所以我想，不出几日，朝廷便会开仓放粮。你可以不信我江家，难道你们还不信朝廷吗？我自然信。那便好，粮价关系百姓生计，恶意哄抬高价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再说，朝廷也不会放任不管。这样，今日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今日的茶钱算在我们江家账上。如果各位叔伯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们便如此说好了。刘芳、依兰，快去招呼各位叔伯喝茶。这边请。就这样吧。走吧。有气度，有格局。林然，朕想将今年皇商的名额赐给江家，你意下如何？原本以为最近因为粮食大涨价，京城会因此有动荡，所以今日特意来街上看看。没想到这江家小丫头几句话，居然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麻烦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很厉害。汝南王认得他？他少时随着父亲一同捐赠军粮，所以认得。而且实不相瞒，他也曾救过我一命。哼哼。没想到这个普通的商户之女，竟然与汝南王还有这么深的渊源。好，江家确实不错，那朕就将皇商名额赐给江家，以后军粮、皇粮的采购都由他们代办。那个人好像是丞相之女冷霜娥。不错，陛下。她正是丞相千金。面对这次水患，丞相的表现远不如一个商女，想来实在是令人失望。陛下，丞相在宫外等候多时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找他，传进来吧。是。陛下，江州水患肆虐，灾民众多，如今民不聊生。臣认为朝廷应该开仓放粮，以解百姓之苦。可我听闻仓库用粮紧张，丞相可有良策？启禀陛下，库粮不够，老臣家中正好有一批囤粮，愿献于朝廷以解燃眉之急。他竟然有囤粮，难道朕错怪他了？你家怎么会有囤粮？江州水患之时，小女忧心百姓之苦，便在市面上买了一批粮食。原本想着运往江州，不曾想那些灾民已经流落到京城，因此这批囤粮正好派上了用场。丞相教女有方，竟然能体谅百姓之苦，难得。那就让大司农按市场价格去收购吧。传大司农觐见。参见皇上。免礼，平身。谢皇上。闵大人，丞相家的存粮就由你负责。丞相千金有仁善之举，朕也理应照拂一下。
你就按市场价算钱给他吧。陛下，臣恐怕收购不了冷千斤的粮食。为何？它粮价比市面高出3倍，且全是白面、红稻米、胭脂米等精细之米。恕臣直言，百姓们如今连饭都吃不起，哪里有吃得起如此高价精米啊？冷丞相，闵大人说的是真的吗？想必丞相大人并不知情，而冷小姐虽然有善心，但不知民间疾苦，所以才会如此。可我怎么听汝南王说，这次水患之后，带头涨价的竟是丞相千金呢？陛下有所不知，汝南王因为小女与他退婚一事，心底对小女有所记恨，所以才……退婚的事我有所耳闻，冷丞相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此次丞相府是理亏，理应赔汝阳侯府一个公道。正好闵家的囤粮卖不出去，那便送给汝阳侯府当作粮草，可好？臣遵旨。气死我了！都怪那个僵尸，害得我们血本无归。双娥，如今我们不仅没挣到钱，还把本钱也搭进去了。要不聘礼的事儿……不行，我堂堂丞相千金，你不让我要聘礼，我以后在京城怎么抬得起头啊？木怀哥，伯府现在没钱，但是姜氏有钱啊，不如你去管他要点儿。双娥，我怎么说也是个男人，你要我拿他的钱去养你，世人会怎么看我？木怀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刚才开玩笑呢。其实我知道一个生钱的法子，只不过这个法子需要你亲自去做。什么法子？临江王正在找寻16年前失踪的小郡主，赏银10万两。这么多？可小郡主已经失踪16年了，又从何找起？我知道，她就在南郊的一个小山村里。当真？双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木怀哥哥，我有气运在身，你信吗？双娥，我自然信你。木怀哥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一定能找到小郡主。到时候不仅聘礼的问题解决了，连临江王也会对你极为赏识。我做的这些可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日后能登上高位，千万不要忘了我为你做的这一切。小东西，好的不学，你竟然学人家偷东西！刘邦，放开他！哎，别吃了，那些米是生的。小东西，我家小姐好心帮你，你竟然敢咬她！没事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我这里有干净的吃的。小家伙，别跟着我了，去回你自己的家吧。小姐，丞相千金派姑爷去南郊的桃花村找一个又矮又瘦、身上带痣的小姑娘，还说她就是临江王当年走失的女儿。什么？临江王府的这个小郡主，在16年前刚一出生就走失，临江王苦寻了16年，没想到竟然是在桃花村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小姐，她怎么办？看她的样子，好像不敢去桃花村。刘芳，你先把她带回流云阁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
当家婶子，恭喜呀！没想到你们家小蝶还有这造化的。以后过上好日子。是啊，这以后发达了呀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呀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家小蝶呀，从小就白净，一看呀就是有福相，所以我就把她给捡回来了。果不其然，她就是富人家的千金。你看这屁股命，就是恭喜恭喜呀！过上好日子。这个丫头不是小郡主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小郡主啊？你看看这个丫头手指纤细光滑，根本不像长期做苦力的人。如果她是捡回来的，除非张婶十分疼惜这个孩子，但如果她十分疼惜这个孩子，又为什么这么高兴将她放走呢？唉，小姐说的有道理。这个张婶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想冒名顶替。哎呀，这下过好日子喽！这家人真是好福气，就是什么都不愁了。大人，咱不这就是小郡主。大胆，竟然敢冒充小郡主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大人，我们村16岁身上带痣的，确实只有她呀。少娥，这既然条件都符合，那就应该是她。你怎么这么确定不是她？还羡慕我呢，应该不会是没有人。总之，我说不是就不是。说，你是不是冒名顶替的？如果不说实话，是假，我就把这个金簪刺入你的眼睛。我是冒名顶替的，对不起，我娘说了，只要我当上了郡主，以后要什么有什么。你胡说什么？是假的，大人，小孩子胆小，胡说八道，你可千万不要信他呀！是张小蝶，给你个机会，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不然刺烂你的双眼，把你丢到蛇口里去！不要！你们看，这胎记是假的！好你个妖女，竟然骗到我头上来了！来人，是把这个村妇吊起来打死！等一下，少娥，他已经是错了，你又何必？穆怀哥，像他这种人，如果不施以酷刑，绝对不会真心悔过的。真的，更何况还害得你白忙活了一场，活该如此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带走！哎呦，我干嘛呀？不要！你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少娥，我们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找到，这郡主是不是根本就不在这儿？绝对不可能，我的记忆不会错的。穆怀哥，这里有一幅画像，我们照着找就是了。穆怀哥，你看，我画了张小郡主的画，照着这幅画找就是了。是啊，小姐，哎呦，你看那画像上的人，像不像咱们刚才遇见的那个小乞丐？穆怀哥，你不用为难，我们照着这幅画找便是了。小郡主很早就丢失了，你哪来她的画像？临江王一直在派人寻找小郡主，我爹也知晓此事，之前也派人去找过，曾经有人看到过，只不过阴差阳错都没有找到，所以就画了这幅画像。难喽。为了避免桃花村以后再有人冒认小郡主，需将张婶和张小蝶挂在村口3日，以儆效尤。这么严重啊！少娥，张婶今日已经受了重伤，若再挂上3日，只怕会闹出人命。一个贱女死就死了。穆怀哥，我们赶紧去找小郡主吧。哎呀，就是的，要多注意任何的大事。真惨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小郡主已经找到了，就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对了，待会儿找人将张婶母女救下。好。小姐，我刚刚给那小姐还洗了手，还换了身衣服。原来她长得这么漂亮呀！哦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糖。方糖乖，我很快就带你去找你真正的母亲，好吗？嗯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没事就不能来了吗？圆圆，我记得你好像很久没有给我做过药膳了吧？京城有许多大夫，你若是想喝药膳，找他们便是。江圆圆，这就是你对我的爱吗？知道我要另娶，便这么快收回去了，现在连药膳都不给我做了。宋慕怀，在我面前
给自己留点脸面吧，快滚，否则别逼我扇你。你，江元烨，你现在怎么变成一个泼妇了？江元烨，这是哪儿的人？你快点松口，松口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方糖没事。他要是再敢欺负姐姐，我就还咬他。你是小郡主？你是小郡主？江元烨，临江王府的小郡主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什么小郡主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原来他不知道小郡主的身份。元烨，他刚才咬了我，所以要把他带走。这事我不同意呢。元烨，不要因为一个小丫头而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分嘛。他伤你，我自会教训他。但他是我的人，没道理这么晚了还要被你带走。江元烨，你执意这样是吧？好，来人，把这个丫头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少夫人的院子，你们这样做可曾考虑过后果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对不住了。不堪一击，还松吗？江元烨，你与我结婚1年，我竟然不知道你身边还有个武艺如此高强的丫鬟。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，我劝你现在就滚，否则躺在地上的可就不止他们了。你好，我们走。什么？小郡主在江元烨呢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所见。昨日他还把我咬伤了。既然如此，只能把真郡主除掉了，再找一个假的替代。什么？双娥，你疯了？我没疯。穆怀哥，你想啊，人在江元烨那儿，他还咬了你的手，你还打了他，这梁子是不是已经结下了？就算我们把人抢回来，送到临江王府，他日后肯定也是要为难我们的。不如就趁着江元烨还不知情，小郡主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干脆来个以假乱真。可是如果此事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没有可是，穆怀哥，只有真的死了，假的才能成真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放手一搏。好，双娥，我听你的。可是此事找谁去办？我知道一个恨江氏入骨的人。到我了，来。三小姐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嫂子，近来祖母大病初愈，我想去法华寺为祖母祈福。除我之外，到时候也会有京中几个贵女一起。我想邀请嫂子同我们一起去。既然有京城贵女作陪，那我便不与同去。这可是为祖母祈福，如果你不去，就不怕被说成不孝吗？论起不孝，我哪比得上三小姐你啊？听说法华寺祈福素来灵验，就算你不为祖母，也该去法华寺还愿了。他这么执着的让我跟他一起去，莫非有什么阴谋？当初正是法华寺的这位感通大师算出我去入府冲洗，宋慕怀才能醒过来，我这才加入了伯府。说起来，我确实也该去法华寺见见那位感通大师了。明天什么时候出发？明日卯时，我在马车上恭候嫂子。小姐，您为何要答应三小姐呢？我总觉得她不怀好意。有人想要害你，躲是躲不掉的。正好，我也有事去见见这位感通大师。嫂子，从前都是我不懂事，今日我特意向法华寺的师傅们求来这盏莲灯送你。师傅们说了，此莲灯可保佑人事事顺遂，百毒不侵。这莲花素来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这莲花灯确实是世俗的好东西。嫂子喜欢就好。嫂子收了这盏灯，就代表嫂子原谅我了。这三小姐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是真转了性子？
这宋兰山是否真心悔改，等晚些时候就知道了。小姐为什么这么说？难道你是看出什么不对？你们刚刚进屋的时候，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重的桐油味儿？确实是有啊，小姐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房子周围的桐油味儿和这盏莲花灯里的味道一样，还有那边那个洞，那个尺寸大小只够方糖通过，所以我猜他们是想让我们点燃莲花灯的时候引燃这个房间，到时候一旦着火，只有方糖能够逃出去。不过小姐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自然是为了抓住方糖了。要知道，他的身份可是临江王的小郡主。为了得到小郡主，竟然不惜害死小姐，这帮畜生真是丧心病狂！小姐，我们去报官吧。不，我们要留在这儿，还要给他们添一把火。啊，小姐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都想要我的性命了，我还有什么好给他们留颜面？不好了！宋少夫人的房间着火了！哼，成功了。你就是宋兰山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大人，好像着火的房间里是他的嫂子江媛燕。这么巧？我说你们安定伯府不做人事啊！一方面贬妻为妾，一下子人家屋子又着火了，你们是打量着要人性命啊！你别胡说，厢房失火是意外。是吗？如果是意外，你怎么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？你嫂子屋里却失了火。失火前我们在赏花，也喊了嫂子一起，可她性子起劲，便一个人待在屋里。这事大家都可为我作证。南山，我听说圆圆的房子着火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哥，嫂子她人被烧没了。什么？哼，看宋小伯爷这样，好像对江氏用情挺深的嘛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贬妻为妾？莫非是丞相千金强抢不成？我安定伯府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安定伯府的那点破事，我也不屑得管。不过现在这里出了人命，我作为京城巡守，是该管一管。现在我怀疑你们宋氏兄妹二人与这场火灾有重大嫌疑。不知宋某是否有得罪过杨大人的地方？若是有的话，宋某在此道歉，只希望杨大人莫要因为私怨而随口污蔑宋某名声。是谁污蔑宋世子的名声了？哎，梁然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处理完手里的事情，见这边失火，便赶过来了。王爷，失火的屋子是内人的厢房，此事便不劳烦王爷了。他说失火的房间是江二小姐的，她人呢？尸体没有找到，可能烧没了。胡说！从起火到现在不足1个时辰，怎么可能将一具大活人的尸体烧没呢？连然兄，我马上去找，现在就去找，就算把法华寺翻过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多谢杨大人，不必寻了。圆圆，你去哪了？我说江氏，刚才我们找了好几圈都没看到你人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还有，你屋子里的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回杨大人，我刚刚不在房间，是因为我去找纵火的真凶了。我刚刚不在房间，是去寻找纵火的真凶了。纵火的真凶？没错，两位大人，今日入住厢房后，我便觉得不对劲，我只在厢房内闻到一股桐油味儿，但并未寻到桐油。原本以为是自己多心，但一想到今日入住的都是京城贵女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便让我的婢女去其他厢房查看。很不巧，其他厢房也被淋满了桐油。你是说这场火是有人故意放的？没错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我，是我们在场的所有人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明明着火的只有你的房间，你却说凶手的目标是我们大家。你可能不知，凶手将我们大家的屋子都淋上了桐油，由此可见，凶手是要我们所有人的命。至于为什么我的屋子先着火，只是因为恰好我的灯不慎炸开，所以我的屋子最先着火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胡说。
我没有胡说。依兰，这灯不是蓝山送给他嫂子的吗？没错，小曾也曾在三小姐的手上见过此灯。这灯确实是蓝山送给我的，好在有他这灯，我才能发现放火真凶的阴谋。纵火之人一心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，而今日入住的都是京城贵胄，都是朝中重臣官眷，此人必是处心积虑的叛党，想用火情来控制我们，从而再威胁我们的家人，操纵朝廷。不可能，云烟，叛党一事不是儿戏，切不可胡说。你怎么知道不是叛党？莫非你知道些什么？我只是觉得，若是叛党，没必要对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。宋小伯爷有所不知，凭借本王多年行军经验，越是叛逆之徒，越爱欺负老弱妇孺。对，连人哥见多识广，他说的对。嫂子，也许这都是误会。蓝山，这灯是呈堂证供，我会好好保留，直到事情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什么？你还要报官？我为了查找纵火的真凶，特意在法华寺古刹转了一圈，发现不少可疑的痕迹。我想真凶并未走远，或许就在我们附近。今日恳请汝南王和杨大人将法华寺封锁起来，帮我们上报三法司。姜氏所言极是，此事关系重大。来人，封锁法华寺，今日所有人等一律不许离开法华寺半步。蓝山，蓝山，来人，快将三小姐送回房间休息。是。云烟，这次火灾分明没有伤到你，你为什么还把事情闹大？为什么把事情闹大？我人没事，是因为我幸运躲过了这一切，不代表此事就这么算了。云烟，我知道你受了惊吓，所以才会胡思乱想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事如果闹到三法司那儿的话，对你的名声也不利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为何对我名声不利？你就不怕别人议论你吗？今日寺庙里这么多人，偏偏你的房间被烧了，必定是你平日太过招摇，才会如此。你问我为何偏偏烧的是我的房间？因为放火的人是宋兰山啊！怎么不说话了？看来是被我说中了。宋慕怀，你们为了抢回小郡主放火烧寺，在你们心中还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做的？你们自以为权势滔天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？而我也只有将此事闹大，才能引起三法司的重视，才能将小郡主安全的送回临江王府。云烟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这么做会毁了蓝山，会毁了安定伯府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毁了宋兰山和安定伯府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父亲，母亲，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！蓝山，你呀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安定伯的三小姐也被带走了。听说呀，是火烧寺庙，意图谋杀商皇之女。这件事连皇帝都惊动了。不严啊，这还好呀，有这个丞相说情，才勉强保住了这个安定伯府。但是这个纵火的凶手肯定会被监禁一辈子啊！滚！我呸！什么人呢？这是会计。这一切都是姜氏害的。穆怀，我们当初就不该听感通大师的话，把这个扫把星娶进家门。你现在立刻修书一封，从今以后，伯府和姜氏斩断联系。明明是三小姐谋害我家小姐在先，怎么现在变成我们的不是？若非亲眼所见，奴婢不敢相信。这安定伯府的人竟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！你闭嘴！姜氏，你作为女子，容纳不了男人有别的女人，这就不对。今日，不管怎么说，伯府也要休妻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你说再多也改变不了，不如省些口舌吧。穆怀，去写休书。不，这休书不能写。不亲，这休书不能写。穆怀，你要干什么？
圆圆，我是不会休了你的。若是不休，那便合离。若合离，江氏的嫁妆岂不是会全部带走？不准合离！穆怀，你是傻了吗？你刚刚明明就要给江氏写和离书了。我不会休息，也不会和离。我要江圆夜一辈子待在我的身边。好啊，你连父母的话你都不听了，你给我过来，必须得写。我再说一遍，不会和离，也不会休息。若是要再逼我，便让我去死！穆怀，小姐，哭也这样，莫非是醒悟了？不像，看来合离之事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去临江王府找小郡主帮忙。哼！你说宋穆怀不可休妻，也不可和离。穆怀哥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明他都要娶我了，为什么还是舍不得那个江氏？江氏他就那么好吗？他宁愿冒着得罪丞相府的危险，都不肯离弃。双娥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模样，哪还有半分大家闺秀的模样？娘，明明我才与穆怀哥有青梅竹马之情，为什么就是比不过那个江元燕？为什么？哼！我看这个宋穆怀根本就是藐视于我，我立刻进宫请旨，让宋穆怀休了江元燕，给双娥腾位置。双娥，等你嫁出去，便是正妻，日后便是我大叶朝最尊贵的皇后。哼！参见太后，臣前日偶然得一把精致的飞天图象牙折扇，精美异常，手摸上去透骨清凉。握在手上扇一下，正好可以驱赶秋老虎的造诣。丞相有心了，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听闻令千金喜事将近，我怎么瞧着丞相还满面愁容的？正是因为小女的这番婚事，小女为了安定伯府的小伯爷，毁了汝南王亲事。可宋小伯爷如今说什么也不肯弃了发妻。哦，既然宋小伯爷不肯休了发妻，就让双娥以平妻的身份嫁过去如何呀？太后有所不知，宋小伯爷的发妻也是个性子烈的，他不肯宋小伯爷身边有女人，还放出狠话说宋小伯爷离开他会没命。还有这等妒妇，连堂堂的丞相千金也容不下。是啊，小女因此已经半月茶饭不思，所以老臣前来是想请太后您为我双娥做主，否则再这么绝食下去，只怕双娥的身子受不住啊。那就传哀家旨意，让宋小伯爷与发妻和离。多谢太后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按照我朝律法，女子擅妒是可被休的。若是太后下旨让她和离，只怕些文官们要拿此大做文章，觉得太后您没有遵循祖宗礼法。岂有此理！那些文官长了一张嘴就知道找茬。既然如此，索性传哀家懿旨，让安定伯府休了江氏。是，老臣多谢太后，老臣这就去办。禀告太后，临江王妃携小郡主在外求见。就是走丢了16年，最近刚找回来的小郡主吗？快宣！宣！临江王妃小郡主觐见。堂儿参见太后，太后千岁。不错，与你娘亲年轻的时候一般模样，就是瘦了些。来人，去取哀家的玉葫芦过来。哎呦，将这玉葫芦赏给小郡主了。
小郡主。谢太后。不好了，太后的头疾又犯了，快传太医！罢了，那些庸医根本没用，不传也罢。太后，有一人能治头疾，我想着太后您头疾发作时多有难受，便将他带进宫了。太后你要见见吗？既然来了，那就试试吧。宣将士觐见。好像真的不疼了。太后，可将这药粉熬成药汤，再用药汤熏头颈处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不出3月定能痊愈。之前太医来，不是扎针就是给哀家施药，你这法子倒是新奇呀。扎针吃药固然没错，只是许多头疾并非是头部的问题，而是由旁边部位引起，比如肩膀和颈部，又或者眼睛，由于常年的伏案也会造成头疼。对了，你方才进来请安时，说是臣妇，你可是谁家的妇人啊？回禀太后，臣妇乃是安定伯府宋小伯爷的妻子。你就是冷丞相口中的杜甫，听闻你不许宋小伯爷有别的女人。臣妇今日来，确实有一事相求。哦，你求我什么？莫非是想要哀家的懿旨，日后让宋小伯爷不许找别的女人？这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在你进来之前，哀家已经下旨，按当朝律法，让安定伯府休了你。臣妇确实是想要求太后的一道懿旨，但并非是这个。臣妇恳请太后让宋小伯爷和冷双娥做一世夫妻，无论顺境或者逆境，无论健康或者疾病，无论贫穷或者富贵，让他们生生世世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你不是善妒吗？你甘愿把自己的男人送给别人？太后，一个人是不是妒妇，并不是看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他，而是看他做了什么。臣妇斗胆敢问太后，臣妇若真的是妒妇，那又为何甘心把自己的男人送给别的女人呢？太后，汝南王梅陵然还在外候着呢。奇了怪了，这臭小子1年都入不了几次宫，他来干什么？微臣参见太后，太后千岁。你今日过来，可是有事找哀家？微臣刚在门口听到江二小姐的请求，觉得很合理，也想请求太后准许她的请求。你被冷双娥毁了婚，心里难道不怨恨他和宋小伯爷，竟然这么大度成全他们俩？婚姻仪式讲究缘分，也许微臣的缘分还没来吧。更何况江二小姐都愿意祝福宋小伯爷和丞相千金做一世夫妻了，陈堂堂7尺男儿，难道还不能成全吗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们2位正主都不计较了，那哀家也就顺水推舟了。来人，休妻的懿旨可传下去了？太后，已经拟好了，就差您的凤印了。这江氏主动把宋小伯爷让给冷双娥，那他便不是妒妇了。那道懿旨作废，让人再拟一道，命宋小伯爷与江氏即刻和离。另外，再把江氏的请求加上，让宋穆怀与冷双娥今生今世都是夫妻，不可分离。是。谢太后。好了，哀家罚了，你们退下吧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王爷。你对我不必客气，你若真想谢我，不如先拿我的东西还给我。我何时拿过王爷的东西？就是那块玉佩。云，
原来他不是不记得，而是早就把他送给了自己的夫君。圆圆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生气啊？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今日我去了丞相府，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会一辈子与你在一起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便可以不再去冷霜娥。宋世子，你之前不是还说冷霜娥与你有青梅竹马的情谊吗？她非你不嫁，你非她不娶，为何如今又变成这样？圆圆，我现在才发现，这世间只有你最好。你不是发现了我的好，而是身上又长痤疮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，看来我猜对了。圆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们从头来过好不好？圆圆，从今日起，我便会搬到流云阁与你一起住，你计划还是帮我做送钱的药膳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再也不会嫌药苦了。圆圆，我都如此低三下四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明知道我长了痤疮，却还不为我熬药膳，难道你真想看到我变成之前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吗？宋慕怀，你之前那副模样原本就是你该有的样子，只不过是我一时心软救了你，你才恢复过来。如今，我只是让一切恢复到原点而已。江圆圆，为了你，我宁愿不娶冷霜娥，宁愿得罪丞相府。我牺牲这么大，你就不能救救我吗？不能。宋世子，该说的话江二小姐已经说完了，麻烦你就不要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缠着她了。江圆圆，你记住，你是我宋慕怀的妻子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离不开伯府。宋世子，你还是先回家看看，看能不能说这种话吧。圆圆，奉天承运皇太后懿旨，凡为夫妇之姻，前世三生结缘，始配今生之夫妇。若结缘不合，必是冤家，故来相对，既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。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，命宋小伯爷与江氏和离，钦此。臣现接旨。宋小伯爷回来了，这里还有一道旨是专门给你的。莫怀，还不快过来接旨！奉天承运皇太后懿旨，宋小伯爷与冷丞相之女冷霜娥从小青梅竹马，两人情比金坚，伉俪情深，此情感天动地。太后命两人尽快完婚，许你二人今世做一世夫妻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，不可分离，钦此。微臣接旨。莫怀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娘，哎呀，你的病又复发了。娘，不能让他走。娘，圆圆，你不能走，你要走，先把莫怀的病治好了再说。有病就去找大夫，我又不是大夫。你别装糊涂。从前你每日给穆怀熬药膳，那药膳肯定能治我儿的病。你不想治，就把药膳配方给我交出来。把药膳的配方给你们，凭什么？你不给，你个毒妇！明知道我儿子病了，还不肯治他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儿媳妇了，你要是再敢骂我一句，我有100种法子治你。娘，莫怀，圆圆，我也不强留你了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只求你交出配方，行吗？强留？我们已经和离了，今天谁都留不住。来人！圆圆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。是谁要把事情做绝啊？
梅灵珊，又是你！汝南王，你虽贵为王爷，但敢在京城重地带兵包围我安定伯府，简直是胆大妄为！你就不怕老夫去皇上那里参你一本？谁说我们来这儿是包围安定伯府？我们分明是来帮忙的。江二小姐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在你合力成功之后，我会亲自护送你回江家。如今，我来履行承诺。安定伯，我们来这里帮忙，难道你也要参吗？等等，凌然哥，这不是你15年前丢的那块玉佩吗？怎么在他手上？你说这玉佩是汝南王的？梅哥哥，你长大了会来娶我吗？这是我的贴身信物，你以后只要拿着这个来找我，我就会娶你的。原来当年给我玉佩的那个人不是宋穆怀，而是汝南王。看他的表情，好像完全不记得这块玉佩是我的了。莫非他错将宋穆怀误认成了我？凌然哥，你怎么笑了？你不是从来不笑的吗？别废话，赶紧走。绝不会错，那块玉佩就是当年皇子丢失时随身所带的。我要赶紧回宫，将这个消息禀报给太后。穆怀，穆怀，太好了，只要过了今天，我就能顺利当上皇后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你怎么样了，世子？穆怀哥，你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被你克着了呗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本来就是嘛。你嫁进来之前，我们世子都是身强力壮的。你嫁进来之后，他就病倒了，不是你还是谁呀？你放肆！双儿，别打他。方妈妈，我病犯了，现在只有济世堂的燕神医能救我，你快带我去。不行，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哪也不许去。宋穆怀，我可是丞相千金，新婚夜你不留在我这，岂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少夫人，世子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顾着自己的脸面？再说了，他是去治病，又不是去干别的什么。治病哪天不能治？新婚夜一辈子只有一次，今天哪也不许去。罢了，方妈妈，反正也就一夜，我估计就留在这儿吧。世子，我就知道穆怀哥最疼我了。来，穆怀哥，我们该喝敬酒了。双儿，我刚喝药，还不能喝酒。前2天身体还好好的，怎么一结婚就这样了？莫不是他不想娶我，故意装成这样？既然偶尔想要喝敬酒，不如为夫以茶代之，如何？这不是能喝吗？看来果然是装的。难道宋穆怀知道自己的皇子身份，不想跟我结婚了？不行，我重生一世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，绝不能错失。穆怀哥，你额头怎么这么多汗啊？你是不是热了？儿为你宽衣。不行，双儿，我身子不适，今日不便与你同房，你先休息。不行，穆怀哥，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必须留在这儿。不要，双儿，我今晚真不行。穆怀哥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你莫不是还害羞吧？
你要是害羞的话，穆怀哥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伯父娶你回来是要照顾穆怀的病的，你倒竟如此胡闹！伯母，昨晚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穆怀哥真的病了。快，趁他还有救，赶紧找世界上最好的名医为他医治啊！救？伯父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用什么救？啊，我有办法。其实穆怀哥是宫廷流落在民间的皇子，我们现在进宫，把这个秘密告诉皇上，皇上一定会遍寻名医为他医治的。我看你真是疯了！穆怀是我怀胎10月生的，断然不可能与宫廷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昨日宫廷已经确认汝南王是流落在民间的皇子了，怎么还会有皇子流落在民间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汝南王是皇子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4年后就会死的，他怎么可能是皇子呢？确实听说汝南王有隐疾，寿命只有4年了。不过好像这个隐疾已经被济世堂的燕神医治好了。双娥，我知道穆怀的事情让你受了刺激，但既然你选择了跟汝南王退婚，你就乖乖认命。汝南王日后纵使真的称帝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呀，就留在伯府，好好照看穆怀的病吧。不要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去找汝南王。参见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，江二小姐，真是巧啊。巧，不是太子殿下叫我来的吗？哦，对，我差点忘了。江二小姐，当年我把这块玉佩赠给你的时候说过，以后你只要拿着这块玉佩来找我，我就娶你为妻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句话无论何时都作数。可是您如今贵为太子，真的不嫌弃我一介商户之女吗？我已辞去了太子之位，我也不再是汝南王。如今我与你一样，是个寻常百姓。圆圆，自我9岁那年第一次见你，便已经决定此生非你不可。你还愿意接受此时的我吗？